好，我是雪梨。上一期教了大家怎么走路，这一期让大家跟我一起去苏格兰走一走。在全世界范围内 ，whisky 有5个主要的产区：苏格兰、爱尔兰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。这几大产区基本上都是以苏格兰 whisky 为表率，在此基础上，与各自所在产区的风土人文结合，形成自己的特色。苏格兰浓厚纯烈，爱尔兰清新爽口，日本温纯细腻，美国粗放豪迈，加拿大清爽淡雅。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就是这个 whisky 的表率——苏格兰 whisky。首先扫一下知识点。Whisky 从原料上面来分成2种麦芽和谷物，而从酒液的选取方式上来说呢，分成单一和调和。有原料和酒液的选取方式的不同，它也能因此组合分成5大类：单一麦芽、单一谷、调和麦芽、调和谷物，以及麦芽和谷物的混合在一起形成调和 Whisky。这里的单一就是指由单一一家蒸馏厂蒸馏出来的酒液，而调和就是选取了多家酒厂里面的酒液调和而成。因此，单一麦芽或者叫单一纯麦 whisky 会因为麦芽本身生长的地方的风土气候的不同，带有非常明显的当地特色。也因此，看 whisky 最先看的就是它的产地。苏格兰因为它气候的多样性呢，还可以再细分成6大产区：高地、斯贝塞、艾雷岛、岛屿区、坎贝尔顿、低地。高地区幅员辽阔，占据了苏格兰大部分的土地，还可以从这块分化成东西北中4个地方。东部和中部的高地呢，单一麦芽果香味特别的浓厚，西部的单一麦芽酒体就比较厚重一些，不太甜，带有一点泥煤或者是咸味。而北部的高地纯麦就有比较明显的辛辣的口感。它整体来说地势起伏剧烈，气候凛冽，也因此塑造了个性强烈的这个 whisky 的形象。它常见的品牌有达尔维尼、达摩、格兰杰、本尼维斯和欧班。我这里拿了一瓶就是达摩达摩25年。我还有一瓶高地区的另外一个品牌欧班。斯贝塞的位于高地区的中心地带，独立成了一区。这里的特色是它密布了许许多多的蒸馏厂。斯贝塞中心的斯贝河为当地提供了丰沛而纯净的水源，优良的地形和气候使它成为了孕育优质 whisky 的良乡。因此，这个地区的 whisky 以优雅著称，甜味最重，香味浓厚而复杂，通常都会带有水果、花香、绿叶、蜂蜜这一类的香味，同时还有浓厚的泥煤味。常见的品牌有麦卡伦、格兰菲迪以及我这里列举的格兰威特。艾雷岛。艾雷岛是如今 whisky 的圣地，它是传说中苏格兰 whisky 的发源地。这里盛产泥煤，又受到大西洋海风吹拂，更加凸显出了艾雷岛的这个烟熏泥煤的特点。这个地区的酒体最为厚重，气味最浓，很容易辨识。重点就是它的2大特色：第一，采用了当地生产的泥煤熏干麦芽，因此泥煤味特别的重。第二个就是由大海赋予的这个海藻以及咸味。这个地区常见的 whisky 品牌有波摩、利富、阿贝、拉格维林等等。我这里有一瓶呢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品牌，它的特点就是会小批量制造，所以每一个批次都会写上它是几年制造的，以及是第几瓶，比较有特色。岛屿区。岛屿区呢有许多的小岛组成，比较有名的就是斯凯岛，也是如今号称苏格兰的世外桃源的天空岛。岛上最有名的酒厂就是泰斯卡酒厂，这个酒厂产出的单一麦芽 whisky 曾经被文豪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称为酒中之王。它的口感强劲，并且有非常浓烈泥煤烟熏的味道。我这里有的一瓶是 Highland Park， 虽然它名字里面有 Highland， 但它其实并不是产自于高地产区，而是岛屿区中的其中一个岛。这个在瓶子后面上面就写了，它是产自于一个叫做 Orkney Islands 的小岛。低地在苏格兰的南方地带，酒厂较少，近年来更是越来越少。低地区的单一纯麦因为不受海风的影响，
制造过程也较少使用泥煤，较为轻柔，可以感受到清新淡雅的感觉带有一些花草香，混杂一些淡淡的泥煤味道，因此经典而优雅。低地区的常见 whisky 品牌就是像欧肯特轩或者是布拉德诺赫、坎贝尔顿、Campbelltown。坎贝尔顿境内盛产大麦和泥炭，因此十分适合生产 whisky。坎贝尔顿曾经一度繁荣，是能够与斯贝塞齐名的标杆产区，号称 whisky 之都。后来因为历史原因以及美国禁酒令的结束，这个岛开始渐渐衰退，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酒厂了。不过仅剩的几款 whisky 酒体厚重，带有一丝海水的咸味，也还是受到了不少 whisky 人士的喜爱。这个地区的代表品牌有云顶、格兰蒂。总体来说呢，单一麦芽 whisky 的特点相对比较突出，产地的不同、酒的特点的不同，甚至是酒厂或者是酒蒸馏方式的不同，都有可能会给 whisky 带来它独特的风味。因此，如果大家想要尝试 whisky 的话，可以按照地区的口感特征开始进行选择，挑选自己可能会喜欢的口感。比方说，如果是比较喜欢花香、果香的酒，就可以尝试高地的中东部或者是 Speyside 的酒。而比较喜欢泥煤或者是海盐味道的朋友，就可以去尝试艾雷岛或者是一些岛屿区的酒。我这里呢，在地图上大致的把几个主要地区的风味标注了一下，欢迎大家尝试，并且留言分享你对于不同酒的喜好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